綠茵場上哨聲長 ，VAR 想心发慌，时装官司誰來斷？老馬領你數一趟。這屆世界杯踢到4強，進球滿天飛，紅牌滿天飛，可全世界球迷吵的最兇的不是球，是哨。今天老馬把吵得最兇的時裝爭議從第10倒着數到第1。醜話說前頭，每一案都有人喊冤，也都有人說判的沒毛病。老馬不當裁判，兩邊的理都給你擺上桌，聽完你自己定。規矩也說好，案子只認過程，不認結果。每案講完，你都能在評論區給他投上一票。先劇透一句，馬上開打的4強裡有3支隊是背着這些官司走進去的，哪3支？數着数着你就知道。本期可能充滿爭議，賽場判罰受很多客觀原因影響，並非都是黑幕，請大家理性討論。第10案8強，法國对摩洛哥，僵到第60分鐘，0-0。法國這個打破僵局的球，起點在中場，拉比奧一伸腿把球斷了下来，慢鏡頭一放，球清清楚楚碰到了他的手。摩洛哥好幾個球員当场就停下來了，站在原地等哨響。可哨沒響，球接着往前走，两腳傳遞之後，到了姆巴佩腳下，右腳一兜，死角，1-0。法國從這球起徹底打開，2-0晉級。其實那晚的判罰戲開場就唱上了。第25分鐘，法國獲得點球，摩洛哥球員圍着裁判抗議，說這次進攻之前哈基米先被犯規了，沒用，判罰不改。好在那個點球被门將布努撲了出去，不然摩洛哥的火還得再大一层。所以到了第60分鐘，這個手球，摩洛哥這邊的火可想而知，球員等哨等成了雕塑。VAR 從頭到尾一聲不吭。摩洛哥媒體第2天的標題乾脆就是 VAR 又挨轟，摩洛哥之痛。規則那邊怎麼說理？手球判罰現在有一套死摳的條文，不是碰了手就吹，得看是不是直接創造機會，鏈條隔了幾腳，斷球到進球之間隔着好幾次傳遞。VAR 不認定這是清晰錯誤，有他的條文依據。可摩洛哥人不炒條文，他們只問一句：全世界都看見球碰手了，為什麼連查都不查？第9案還是法國的比賽，不過這回喊冤的是法國。16強对巴拉圭，巴拉圭全场犯規13次，你猜吃了幾張黃牌？0，一張沒有。這是1998年以來世界杯頭一回有球隊踢滿全場一張牌都不吃。好幾家媒体都說那场主裁对小动作和拖时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法國主帥德尚赛后說的直白，要是跟着他們的節奏踢，我们就贏不了。他還補了一句，巴拉圭把各種小伎倆用了個遍，這不是大夥愛看的足球，但我們扛住了。規則派的裡也有，單拎出來，每一次犯規可能都夠不上黃牌的標準，裁判沒判錯任何一次。可問題就在這兒，13次都不夠，加在一起呢，這案子先記下，後頭咱們還要回頭用。這屆世界杯真正的病根就藏在這種單看沒錯，連看不對了。第8案小組賽，英格蘭對加納0-0。第79分鐘，加納前鋒阿杜殺進禁區，英格蘭後衛寬薩一腳飛鏟，球沒碰着，結結實實踹在阿杜的膝蓋上。全場都在等點球，主裁擺手 ，VAR 一聲不吭。要知道當時0-0，這個點球要是給了加納，很可能帶走一場對英格蘭的勝利。賽後，加納主帥奎羅斯就是那位執教過皇馬、帶過伊朗的老帥，甩出了本屆世界杯流傳最廣的一句金句。VAR 去喝咖啡了。這案子最尷尬的地方是，規則派幾乎找不出詞，連英格蘭媒體自己復盤都把他列進看不懂清單。漏判刑冤案的代表就是他。第7案小組賽，阿根廷對阿爾及利亞。第30分鐘，梅西從背後一腳踩在阿爾及利亞後衛曼迪的小腿上，鞋定刮着腿肚子往下拉，主裁吹了犯規，然後沒牌，黃牌都沒有。VAR 檢查了，結論是不構成清晰錯誤，維持原判。那晚梅西大殺四方，阿根廷贏了球，阿爾及利亞咽不下這口氣兒，足協直接把官司打到了非法，投訴裁判不公。英國媒體請的裁判專家看完回放，說得很乾脆，背後鞋钉踩小腿帶着力量，這就該是紅牌。還有更扎心的說法，要是換個無名之輩，這牌還發得出來嗎？規則派主裁在現場認定強度不夠， VAR 只揪清晰錯誤，程序上挑不出毛病。順帶說一句，同一届世界杯裡還有另一腳踩踏，美國的巴洛貢直紅，2腳踩踏2種結局。這個對比先擱這兒，數的第2案你自然明白。行，程序上挑不出毛病，你先記住這5個字。還有這個梅西沒事兒，第10案數到第4案、第3案的時候，你再回頭品。落到這插一句，愛聽老馬這麼把一樁樁官司擺開了講的，順手把訂閱點上。後半程的案子一個比一個大。第6案小組賽，埃及對伊朗。補時第93分鐘，伊朗後衛哈里勒扎德把球捅進網窩，2-1絕杀，全隊瘋了，替補席全衝進場了。然後 VAR 開始劃線，花了半天越位，多少就一個腳尖，按毫米算。伊朗全隊圍着裁判要說法，可線已經劃出來了，誰也沒辙。進球取消，1-1收場。
伊朗隊使头一次闖进淘汰赛的梦就这么碎在一个脚尖上。更妙的是，逃过这一劫的埃及，后来一路踢进16强，把卫冕冠军阿根廷逼到了读秒。对，就是待会儿第3案那场，这案子冤吗？规则派说的斩钉截鐵，越位就是越位，1毫米也是越位，线不会撒謊。可球迷不服的也是这个，肉眼根本看不出来的东西，凭什麼決定一個國家4年的夢？這就是10案裡最擰巴的一類，技術上最正確，人心裡最不服。第5案8強，挪威對英格蘭。上一期老馬剛講過那場球，那期講的是隊友不傳球，這期講的是同一場球裡另一樁官司。上半場補時，挪威門將尼蘭一記大腳開出去，球在空中飛行線路肉眼可見地拐了一下，緊接着英格蘭斷球進攻，貝林厄姆把比分扳成1-1，挪威人當場就炸了。球是不是碰到了球場上空吊着攝像機的那根纜線？那根纜線吊的正是給全世界轉播比賽用的飛貓攝像機，轉播鏡頭自己成了官司的主角。按規則，球碰纜線，比賽得立刻停下來，墜球重來，那個扳平球就不該存在。挪威主帥索爾巴肯賽後原話，很明顯，球碰到了纜線。中場貝爾格罵得更直接，荒唐。非法後來放出了數據，比賽用球裡裝着傳感器，空中那段球的心跳沒有任何波動，所以沒有證據碰到纜線。規則派數據擺在這兒，科學不撒謊。冤案派回一句，那為什麼賽後才放數據？當時怎麼不查？順帶一句，同一場球，挪威還有個進球被吹了，那樁上期專門講過，這裡不重複。一場8強2樁官司，挪威人這個夏天是真不順。第4案8強，瑞士對阿根廷，這案子的離譜程度，你聽完過程自己評。1-1踢得正焦着，阿根廷的帕雷德斯放倒瑞士前鋒恩博洛，主裁掏牌，黃牌給帕雷德斯。到這兒一切正常，然後 VR 來了，回放顯示恩博洛在接觸發生之前，人就已經在往下倒了。於是主裁把給帕雷德斯的黃牌收回去，反手給恩博洛掏了一張假摔。黃牌，可恩博洛上半場已經領過一張黃了，2黃變1紅。下場一次回看，牌從阿根廷人身上轉移到了瑞士人身上，瑞士還從11個人變成了10個，10人應戰的瑞士加時崩盤，1-3出局。瑞士全隊暴怒，說這個判罰毀掉了比賽。瑞士媒體給那晚的主裁起的外號叫災難。規則派回放確實顯示他先到的，用的是本屆新啟用的認錯人條款。VR 發現牌給錯了對象，可以糾正，白紙黑字，這才第2次用，頭一回用在美國隊的里姆身上，那回沒掀起什麼浪，這一回直接改寫了一場8強。可你站在瑞士的角度，我們的人被放倒了，結果吃紅牌的是我們，還有受益的一方又是阿根廷，這是第2回了。第3案16強，阿根廷對埃及，第3回了，這場球邪乎，埃及一度2-0領先衛冕冠軍，梅西點球都發丟了。可埃及球迷最忘不掉的是2個瞬間，第一個，第58分鐘即刻反擊破門，眼看要2-0 ，VAR 介入往回倒，說進攻發起階段埃及人對利桑德羅馬丁內斯有個犯規，進球取消。第2個，讀秒階段，阿根廷的恩佐插上完成3-2絕殺，埃及人喊絕殺發起之前麥卡利斯特在禁區裡拉了法蒂的球衣，這該是個點球。這回VR 連查都沒查。其實還有第3個瞬間，補時裡埃及的特雷澤蓋在禁區裡搶頭球，同樣有身體接觸，埃及人喊點球也沒給。同一場球，埃及的進球往回倒着查，查出犯規吹了。阿根廷的絕殺和禁區裡的2次接觸看都不看，這就是2把尺。埃及主帥哈桑在賽後發布會上徹底炸了，原話一句比一句狠。這場球明顯被操縱了，全世界都看見了，都是錢的事兒。他們要梅西留在世界杯。埃及足協跟着正式向 FIFA 投訴，用的詞是嚴重錯判和雙標。老馬把話說清楚，哈桑那個被操縱是氣話，沒有任何證據。老馬不採信，你也別當真。可你把第7案、第4案、第3案擺成一排，梅西踩人沒牌，恩博洛對阿根廷2黃變紅，埃及被吹阿根廷不查，3樁案子，受益的都是同一支隊，有沒有黑幕？沒證據。可尺子擺得平不平？你自己品。第2案是10案裡唯一一樁發生在球場外，美國前鋒巴洛貢，阿森納出品，東道主的鋒線招牌，小組賽對波黑，一腳踩在對方球員的腳踝上，捏人回看直紅。還記得第7案嗎？同樣是踩踏，梅西連黃牌都沒有，巴洛貢直接見紅。這是這2案擺在一起的第一層意思。按 FIF 的規矩，直紅自動停賽一場，白紙黑字不可上訴。他將錯過16強。然後，美國總統在白宮的簡報會上公開承認自己給 FIFA 打了電話，要求復核。幾天後，FIFA 援引紀律準則第27條，做出了一個世界杯史上從沒見過的決定：
停赛暫緩執行，設1年查看期。翻成人話，牌還在，但先不罰了。巴勒貢照常首發，踢了16強。對手比利時的足協提出上訴，埃菲法的回復是4個字：不予受理。歐足聯看不下去了，公開說這件事越過了紅線。菲菲的說法程序合規，紀律委員會獨立做出決定。可全世界球迷就一個問題：條文裡自動停賽、不可上訴那幾個字是印着玩的嗎？規則要是能被一通電話摁下暫停鍵，那它還叫規則嗎？這案子沒有判罰爭議，它爭議的是規則本身還算不算數。第一案壓軸的這樁，不光老馬排在第一，外媒盤點這屆的爭議判罰也把它排第一。32強德國對巴拉圭，對，又是巴拉圭。第9案裡那支13次犯規0張牌的队，兩案的主角是同一個，1-1拖進加時。第102分鐘，德國角球開进禁區，中衛塔高高躍起，頭球砸進網窩，2-1反超，全隊狂歡。德國球迷等了一整晚的球終於來了，然後 VAR 請主裁去場邊看回放，看完判进球無效，理由角球過程裡德國後衛安東和巴拉圭門将吉爾有個身體接觸，擋了門將，犯規在先。慢鏡頭裡那個接觸輕到什麼程度？德國主帥納格爾斯曼賽後就一個詞兒：笑話。英格蘭名宿希勒、名帥克洛普、丹麥門神舒梅切爾，一票足球圈的人排着隊替德國鸣不平。禁区裡搶角球，你推我擠，本來就是常態，這種接觸都吹，角球乾脆別開了。規則派也有硬貨 ，FIFA 維持判罰，門將吉爾自己說，他就是被擋了，沒撲出去。也有裁判專家認為，擋門將和擋後衛不是一碼事，門將保護條款就是這麼寫的。比賽拖進點球大戰，德國3-4出局，隊史世界杯頭一回輸點球，40歲的諾伊爾就此谢幕國家隊。一個可能改寫整屆世界杯的进球，一個輕的看不清的接觸，一個含金量最高的受害者。10案排下來，他排第一，服不服？10案数完了，老馬給你收個口。老馬數了数，這10樁官司有7樁出在淘汰賽，越到生死場，少越是主角。你還發現沒有？單看每一案，幾乎都能給裁判找出一個說得通的理由，條文、程序、數據樣樣齊全。可10案連起來看，真正的病露出來了，尺度。同樣是輕接觸，德國的吹了。比賽沒查的一堆，同一場球，這頭是往回倒着查，那頭看都不看。有人踩人沒牌，有人沒踩人，反倒2黃变紅，還有人紅牌到手，一通電話緩了。冤的從來不是某一聲哨，是你永遠猜不到下一聲哨什麼時候響。黑幕這話證據不夠，老馬不說，誰說你也都多留個心眼兒。可4年之後的世界杯 ，VAR 能不能讓人服气一點？這題該非法答。最後看一眼4強，英格蘭背着電缆門。法國背着拉比奧的手，阿根廷背着3樁案子，全走進了4強，只有西班牙一身乾淨。接下來2場半決賽，英格蘭對阿根廷，法國對西班牙，哨會不會又成主角？10案裡，你心中的第一冤是哪樁？評論區扣他的暗號。要是你覺得全都判的沒毛病，扣個0。老馬也想看看規則派有多少人覺得老馬落的還重，訂閱點一個半決賽的拆解，第一時間給你端上桌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咱們下一場見。